大家好，今天视频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，去年在20K 底部下方抄底的筹码，特别是期货如果有在15K 抄底的多单，未来的顶部我们要怎么去判断？也就是分牛的顶部怎么利用这一个波浪趋势的指标，我们来判断未来的顶部。包括今天也来跟家人们再来聊一下，就是这一个周线里面的超级趋势指标。一般跌了1年多的趋势，趋势转变的时候，现在就是一个多方的趋势，不要去怀疑。那现在短线、周线里面，如果看这个趋势指标，比特币目前到底是在干嘛？等下来跟大家聊，包括比特币整个日线，到底短线要不要做变盘？下方量呢是缩的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个人观点，目前还是偏震荡整理的结构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波浪趋势指标啊，它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位置，一个是红色的这一条线区间大约是在50附近啊，接近53，然后下方这一个绿色的这一个区间，它的一个值也大约是在53附近啊。而且每一次熊市的低点，比如说20年这个位置，它一般会破这个50，甚至下穿到下方60附近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极限的一个底部。所以其实这一个市场里面有很多指标都可以进行判断，比特币什么位置可以抄底。去年在2万下方的时候，一直在给家人们信心，一定要大胆的去抄底这个比特币，随便怎么买，买完的话就耐心给我持有住。但是期货的话也是要控制仓位，因为去年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报了2笔多单，但是最终一笔15K 的多单有做对，就像我 YouTube 上面的简介，做对要给我咬住啊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位置19年的、18年的这个底部，它也是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破到53下方，这个位置是接近70的一个数值啊，所以历史上的底部是很明显，包括15年、16年的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这一边的数值是-60啊。那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，我们怎么去判断目前的比特币？有可能就是初步牛市第一波的行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一般历史上第一波的行情，它会达到接近50的一个数值，就是这个位置53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2019年，它是把这个53都给穿过，那这一波上涨是相对幅度比较大，接近超过200%，所以第一波的行情一般会达到接近这个50附近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15年的一波行情啊，也就是初步牛市第一波行情周线里面，它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也是接近50附近啊，就这个高位，然后后面就开始进行横向整理的洗盘。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我们观察一下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，就目前的数值是很接近这个50附近哦，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区间震荡，而且我们看周线，它在这个位置感觉是有一点类似一个上升楔形的结构，包括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如果是有这种形态，有可能最好是横向个一段时间，把这个形态给我破解成一个通道的一个走势，或者是在这边横盘到位以后，通道有可能就是会继续往上攻啊。那么要思考一下，历史上它分流的位置，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，一般数值是干到哪一个位置有可能会见顶啊？我们先来看一下2020年12月份，它这个位置波浪趋势指标的高点，差不多是在95左右。后续我们就要去留意，如果还有这种高点，可能到时候就要准备要掏顶了。这是19年的顶部，是整个波浪趋势指标是直接干到95的一个数值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，比如说15年的整波分流的行情啊。可以去留意一下，当时来到16年6月份的时候，其实这边涨幅也并不算多，它这个位置是接近87啊，还不是最高的一个顶部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，大约比特币的价格是涨到接近$3000附近的时候，这边的一个数值是接近
95附近啊。然后它这个指标在顶部的位置，历史上有些位置是非常的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数值啊，差不多是接近100的一个数值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就这个数值是接近100啊，就是正100的一个位置，顶部就是顶部，后面最终是走了一波崩盘的走势。所以20K 下方有抄底的，不管是现货还是期货，一定要给我报到这种顶分的位置，到时候去观察一下要不要谨慎，或者是把一些货全部给我出清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就这个超级趋势指标，也是周线里面哦。一般如果比特币跌了时间接近1年的一个空间跟时间，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兴奋啊。其实从周线里面看这个超级趋势指标，特别是这一条红色的线，有这么深的一个下跌的幅度，历史上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像啊，它就类似一个趋势在这边。那么可以看一下15年也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一条红色的线，一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特别是来到中段的时候，如果有看到这种大崩盘，就类似这种大崩盘，一般都要开始兴奋。那至于短线最近为什么行情会这么纠结哦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趋势指标目前是不是横的？目前是没有趋势哦。就像上一次来到这一个25000附近的时候，它这个位置其实盘中也是会有涨，但是基本上整个区间都是箱体震荡，它这个趋势指标就是横的，所以目前的位置也是一样，就类似前面的这个区间，类似现在的一个区间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跌了1年多，首次转正的时候，一般这种位置都是追价的一个买点啊。首次转正的时候都是追价的买点，像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都是追价的买点。二次的买点就是类似这种，它有压回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。上一次在这个2万附近的时候，是希望家人们，你如果底部没买的话，一定要重仓。它就是压回这个超级趋势指标。那么可以看一下15年的一个行情，也是一样。跌了1年多，首次转正的位置就是一个追价的位置，或者是你如果没追到有压回，它这一个刚突破的位置，这个压回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。然后它后面有在继续攻嘛，像这个位置它也是有涨，但是趋势指标其实基本上是横向的一个结构，就是在这个位置横向，它是在区间震荡。我个人判断就是目前还是在箱体震荡，有可能就是在整理这一个趋势指标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日线，这几天也是讲的有一段时间，整个箱体这个箱体跟比特币在2月份的这个箱体目前是很像啊，它经常会挖坑，下方有陷阱，上方也有陷阱。那这一次是上方有陷阱，然后下去也没有再挖下面的陷阱，现在是又上来。我估计有可能会整理，也不排除它会不会又回到这个箱体，也是不排除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它的 MACD 指标，我们可以细心去留意一下比特币周线的 MACD， 目前柱状已经是放了37根，而且这个柱状我们去观察一下，这不是价格一直在过高，然后它这个柱状有背离哦，我们放大一点来观察，就是这个峰比上一次的这个峰是要小，所以有一点短线背离的结构，也是一直在判断，不排除目前整个区间全部都是在震荡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